大家好，呢一集影片咧係講述有關於搭乘呢個羅馬地鐵嘅經驗同埋心得分享嘅。咁巴黎地鐵咧同埋羅馬地鐵咧已經係被世人所妖魔化咗噶啦，所以希望咧呢一條片對將來如果有需要坐羅馬地鐵嘅朋友們咧係有一啲幫助嘅。咁首先係買票啦，喺羅馬地鐵買票嘅話咧係有4種方式嘅。第一種咧就係直接用帶芯片嘅信用卡。咁直接喺日後咧就可以嘟卡，然後入去噶啦。第二種咧就喺購票機度買票。第三種咧就喺購票亭度買票。第四種咧就喺煙草店度買票。咁因為羅馬地鐵票咧有效期少則100分鐘，多則咧72小時，同埋佢係地鐵咧同埋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咧都會有效嘅。咁所以就算你喺街上面喺煙草店度提前買咗票咧，依然都係完全冇問題嘅。咁以下咧我哋就逐一詳細介紹。如果你有信用卡的話呢，你仲可以唔需要買票，直接刷信用卡就可以啦。呢個就係裝置，直接刷就可以入嚟啦。但係信用卡一定要有呢種 IC 芯片嘅信用卡 ，Visa 帶 IC 芯片嘅信用卡就可以啦。買票呢，一般係分2種機器嘅，一種呢，就係呢眼前呢一部，因為呢一款機器呢，係可以直接支持用硬幣就可以買到啦，所以如果你喺地鐵站唔想揞張信用卡出嚟呢，係可以直接準備啲硬幣，然後用呢一種機器嚟買嘅，咁就比較安全啲。如果你有硬幣多的話，但係如果你淨係得信用卡呢，就只能係用呢種啦。另外一種咧可以用 Visa 同埋 Master Credit Card 嚟買嘅。呢一種機器咧係比較先進啲嘅，佢仲有多種語言，包括中文。然後佢有好多唔同嘅方案俾你選擇。佢有呢個羅馬24小時、48小時、72小時嘅 pass， 可以無限坐呢個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巴士。但係一般人咧都淨係會買臨時1次2次嘅票，然後呢一個1.5歐100分鐘內一個人用嘅就比較多人用啲。1.5歐，然後是加0.5歐的卡費片。注意，這個信用卡是要插進去之後，然後拔出來。屏幕這裡才會顯示讓你輸入 PIN 碼，而不是一直插在裡面不動。信用卡的話，磁條卡跟芯片卡都是一樣用法。第三種買票嘅方式就係可以去售票亭買，但係呢個地鐵上面嘅售票亭呢，簡直就係好似買彩票一樣啊！即係你遇到佢個工作人員喺嗰個票亭入邊啊，就好似買彩票咁，真係隨緣嘅。我哋發現係就算係同一時期呢，有時有啲地鐵站入邊個售票亭呢係有人嘅，但係有啲地鐵站呢係入邊係冇人嘅，所以呢種方式呢就非常之唔可靠嘅。另外一種可以買地鐵公交車票嘅呢，就係揾呢啲帶有 T 字嘅鋪頭，其實就係煙草店啊。然後佢咧入邊咧係有公交車啊或者係地鐵嘅聯票嘅，就同喺地鐵買係一樣嘅，嗰個票係。但係呢啲店咧係可遇不可求嘅，有時揾到有時揾唔到，你都唔知嗰個區域裏邊呢啲咁嘅煙草店究竟喺邊度。咁講完買票啦，就講下一啲喺乘搭羅馬地鐵時嘅一啲小知識或者係小經驗分享嘅。第一就係入站同埋轉乘。第二呢，就係出站，第三呢，就係小偷偷竊嘅問題，第四就係行李箱嘅問題，第五呢，就係地鐵線路。然後關於入站坐車嘅呢，有好多時佢有唔同嘅線路嘅，例如我而家呢個站呢，係有 A 線同埋 B 線，咁佢 A 線同 B 線呢，有時啲入口係可以互通嘅，但係有時呢，嗰啲入口係分開嘅喎，即係你必須要出站，然後再入站。即係出咗個地鐵閘口，同埋入去再重新入去另外一個地鐵閘口，先至可以
乘坐呢個地鐵嘅。佢唔同得亞洲好多地鐵站呢，入邊轉線係互通嘅，佢唔係，佢必須要出站嘅。所以有時如果你行錯咗線呢，係必須要出去呢，係一啲都唔奇怪嘅。所以佢嘅地鐵票呢，係包含咗100分鐘內隨便坐嘅，出日日都可以，係冇問題嘅。仲有一樣係同亞洲地鐵站唔同嘅呢，就係出站。喺羅馬地鐵站出站呢，係唔使驗票嘅，所以你係可以隨便出地鐵站。呢個就係佢個票呢，本身係買咗100分鐘以內人如進出，所以你出站之後再用你個票入返去呢，係完全冇障礙嘅。即係可以好肯定咁講呢，就係地鐵站呢，係真係會存在小偷嘅，同埋都係遇到嘅機率都幾大嘅。但係一般如果你係警惕性稍為高少少，睇好自己啲財物呢，一般係唔會有咩事嘅。而同車廂其他人，包括本地嘅意大利人啦，佢哋都比較熱情嘅，有咩事佢哋都會幫你嘅，所以心裏邊係比較有底嘅。喺地鐵上呢，反正我搭咗4-5次之後呢，我就遇過明顯係兩批嘅小偷。咁有時呢，有啲小偷係靠背喺嗰個地鐵站入邊，佢唔會靠喺呢個人群裏邊嘅，佢會先揾目標啊，所以有時啲小偷都幾容易認嘅。而我遇到另外一個小偷呢，就係一件衫啦，然後搭喺個手度，就好似咁啦。然後佢隻手呢，就喺下邊狂摸其他人嘅腰包啊嗰啲嘢，我都有俾佢摸咗嘢，但係我下邊係冇財物嘅。而佢一般呢，係入嚟坐一個站嘅啫，然後下個站呢，佢就即時就走噶啦。咁關於羅馬地鐵站個行李箱問題呢，因為羅馬地鐵站呢，可以講得上係相當之殘舊啦。咁佢嘅電梯呢，淨係得上行嘅啫，而出入口兩邊呢，亦都冇呢個可以供行李箱拖拉嘅斜坡啊。所以如果你係帶一啲28寸篋啊，非常之大嘅行李箱嘅話呢，出入地鐵或者轉乘呢，就會造成相當大嘅麻煩。咁如果帶行李多嘅朋友呢，咁就提前做好心理準備啦，或者係選擇的士啊，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入到地鐵站呢，一般左右兩邊各去唔同嘅方向，然後喺中間呢個月台呢，係可以有知道究竟佢係去邊個方向，同埋乘坐嗰個站嘅列表嘅。咁就千祈唔好搞錯方向啦。一般一啲著名嘅景點呢，喺地鐵站嘅站名旁邊呢，都會有標注，究竟呢個站旁邊係有乜嘢嘅。你看這個就是到聖彼得教堂和梵蒂岡博物館的。嗯。咁呢啲呢，就係目前我3日裏邊喺羅馬搭地鐵嘅經驗，大概係分享到呢度先啦。